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白鹿新剧预约突破100万。看完演员阵容后，这数据有点少了。白鹿最近的热度不错，在热搜榜上一直都能看到她的名字，而且她主演的新剧《北上》预约突破100万。看来大家都很期待白鹿主演的电视剧《北上》预约突破100万，看来很快就能看到这部剧上线了。北上，运河边的青春与梦想之旅，年代剧的璀璨之星。在众多观众的翘首以盼中，一部备受瞩目的现代剧情剧《北上》即将在央艺播出。它犹如一颗即将闪耀的新星，带着璀璨的光芒和无限的魅力向我们走来。北上是一部阵容超强的剧集，由白鹿和欧豪领衔主演，还有翟子路、高志廷、李婉达、刘恒福等年轻演员加盟，更有胡军、李乃文、岳阳、齐欢、刘薇薇、童磊、涂玲、刘敏、朱铁、楚栓中、王学银、萨日娜等一众实力派老戏骨加持。这样的阵容堪称梦幻，他们就像是一群技艺精湛的工匠，共同雕琢这部作品，为其品质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尤其是白鹿和欧豪饰演青梅竹马的 CP， 他们的表演总是能给角色注入鲜活的生命力，让观众对他们的故事充满期待。而老戏骨们的加入，更是让观众迫不及待地想看到他们互飙演技的精彩场面，那必定是一场视觉与情感的盛宴。这部剧改编自徐则成的同名小说，原著曾荣获2019年第10届茅盾文学奖，这无疑为剧集奠定了深厚的文学底蕴。故事以运河为背景，展开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2000年初，在运河边红槐市花街小院里，6户人家紧密地生活在一起。夏凤华白鹿氏，谢望和欧豪氏，邵星驰翟子路氏，周海阔高志廷氏4个小伙伴，与初来乍到的马思义李婉达氏、同学陈瑞刘恒甫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一起相伴成长。那时，京沪高速公路即将全线贯通，逐渐萧条的船运让6个家庭面临不同的生活困境，运河的发展变迁成为了他们青春岁月的注脚。时间来到2014年，北京的街道上车水马龙，互联网时代的创业潮汹涌澎湃。夏凤华、谢望和、邵星驰、周海阔踏上了北上的旅途。夏凤华进入物流行业，成为快递站点的负责人。望和则邀请星驰、海阔入伙，外卖事业做得风生水起。然而，事业有成的背后，磕碰、争吵乃至危机也接踵而至。曾经的花街少男少女，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面临新的抉择。最终，随着运河申遗成功，离家北上的孩子们再次在花街聚首。在经历了创业的风风雨雨后，他们理清了心中的迷茫，寻回了人生的意义，如同新生的运河一般，开启了新的征程。北上不仅仅是一部简单的青春成长剧或创业剧，它更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它讲述了运河沿岸一群少年从相知到相伴到分离，在重聚的过程，展现出他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对民族精神的传承。一个小院，6组家庭，3代人，亲情、爱情和友情在这里交织。青少年们的成长，中年人的蜕变，承载着运河3代人的年代记忆和文化传承。厚重的文化底蕴与少年成长的蓬勃生命力相互交织，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魅力，让观众感受到年代剧里众人共同成长的力量和深沉的情感羁绊。这种家庭感浓烈的剧情，就像一条无形的纽带，紧紧地抓住了观众的心。从制作方面来看，北上堪称精良。从目前释出的物料中可以看出，该剧在细节上极其用心，符合年代的画面感，考究的服装，
以及各种贴近生活的大院气息，从造型、道具到场景，都在竭尽全力还原当时的时代风貌。看预告时，那种熟悉的记忆会不由自主地涌上心头，仿佛观众也置身于那个充满烟火气的运河边小院，与剧中人物一同经历喜怒哀乐。值得一提的是，该剧入选了多个重要项目，包括中宣部2023年度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推动影视产业发展项目、国家广电总局重点电视剧项目、国家发改委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1045”重点推进项目、江苏省重大题材文艺创作资助项目以及江苏省广播电视局精品扶持项目。这些荣誉不仅是对北上的认可，更是对其品质和价值的有力证明。而且，该剧的预约已经突破100万，这一惊人的数据充分显示出观众对北上的热切期待。大家都在猜测，它是不是即将播出现代励志剧《北上》，白鹿携手欧豪重塑京杭大运河100年秘史。白鹿、欧豪主演的电视剧《北上》是根据徐则成的同名小说改编，这部小说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大家都知道，改编自获得茅盾文学奖小说的影视剧，像《平凡的世界》《白鹿原人世间》等等，这些剧一旦上线，基本都是爆款。而出演这些剧的主演，也基本就是这一年各大颁奖典礼的入门人选了。考验演技的时刻到了。央视把《北上》列为黄金档的待播大剧，这也充分说明了它的质量和市场潜力，就让我们静候佳作吧。小说以京杭大运河为主线，时间跨度从1901年到2014年。书中记录了发生在京杭大运河之上几个家族之间的100年秘史，很难说他们的故事应该从哪里开始。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1901年，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给当时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空前沉痛的灾难。公元1901年，意大利人小波罗来到了中国，那时候的中国时局动荡，风雨飘摇。小波罗表面上是文化考察，实际上是为了寻找加入八国联军的弟弟费德尔·迪马克来到中国。小波罗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在这期间，小波罗结识了很多中国朋友，有随行的翻译谢平遥，随行的挑夫兼厨子邵长来，船老大夏氏师徒，以及后期担任保镖的孙过成。这历经数月的北上之旅，让每个人都在大运河上留下了自己独特的痕迹。然而，小波罗未及找到弟弟，就在大运河上被刺杀。临终前，小波罗把自己随身携带的东西当作礼物，分别送给了陪航的几个中国人。而在100年后的2014年左右，在大运河边上的一家名叫小博物馆的民宿客栈里，聚集了一群来自天南地北的年轻人，他们的家族似乎都与意大利有着某种微妙的关系。有人持有家传的意大利罗盘，有人祖上传下来的规矩，必须会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有人的祖上是个翻译，陪洋人一路北上到京城，有人的祖上曾给一个意大利人当护卫，还有一封来自1900年的写满意大利语的信纸，落款是马福德。而眼前这个明显就是混血的年轻人却说，他的太姥爷就叫马福德，不是汉人的长相。京杭大运河历史悠久，它贯穿中国的南北，见证着沧桑和兴衰。它也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奔波与成长。100年历程，当年先辈们的后代阴差阳错重新相聚时，各个运河人之间原来孤立的故事片段，最终拼接成了一部完整的叙事长卷。2014年，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河岸边的风土人情，河流上的船，船上的人与物，100年来文化的变迁，这既是一条河流的历史，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总之，《北上》这部剧就像一艘满载希望和梦想的巨轮，
即将在影视的海洋中起航，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绝伦的视听盛宴。让我们共同期待它的播出。